这个是米兰大教堂，而这个是我的灵宠李斯维。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来欧洲都有你。我有长达1年的申根签证，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个挺能炫耀的，因为我自己每次只能签3个月出来，然后包括我们这2位员工被拒签了 N 次之后，他们是第一次出国，总算拿到了3个月的申根签证，我们就把他们给拖出来了。我们今年的目的就希望尽可能多带一些员工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虽然有点累，但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个难忘的体验。那这次是领跑邀请我们来的，他们在欧洲开始销售他们的车子了，然后他们说我们可以去他们线下门店看一看，他们可以借我们一辆领跑 C10，我们可以自由的在整个意大利随便的开，没有任何限制。欢迎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次旅程，来看一看松弛的意大利，还有这个时尚的米兰，到底是什么样。米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时尚的地方之一，每年2次的米兰时装周吸引着各路设计师、明星，还有时尚买手相聚于此。那许多世界顶级奢侈品牌也都在这里诞生，引领着世界的潮流。而我自己常常被吐槽不会穿搭，总是卫衣配一条牛仔裤。那这次来到米兰，我们的院种编导还有制片硬是要拉着我和李思维来到一家米兰的元老级古着店，说要给我们进行一次正经的米兰形象改造。你能挑一下比较有品味的一些衣服吗？替你是不是？也可以。我来给你 dress up。你作为一个英国留学生，相信你从来没有穿过 Burberry 吧？这件 Burberry 我觉得很有感觉。首先，它是一件风衣，而且它又是一件皮衣，我觉得你穿上肯定有一种这个特工的感觉，是吧？对，你觉得是不是？你说的我都心动了。不是的，感觉有点问题。我现在这个装束是我感觉随时要解开这个变成暴露狂了。各位1到10分，你打几分？我觉得这一件特别适合李思维，我已经把它选好了，你就穿这件了。我觉得其实还行，你还别说，挺适合你的，就我觉得很符合你的风格。一开始我们信心满满，觉得这么高级的服饰怎么穿搭都不会难看，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试，你看穿在对方身上都显得很滑稽。所以无奈之下，我们还是决定让这位店里非常绅士的老哥来帮我们正经的搭配一下。为什么人只要换一套衣服，性格都会变？就是李思维换了这套衣服以后，你不觉得他就变得很优雅，就亭亭玉立的感觉，给人一种。这样好不好？我们各自去找一位当地人，问问他觉得我们的装束怎么样。就如果要更贴合意大利，他会建议我们怎么穿。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y outfit, mate? What? Can you speak English? A little bit. Your look is so fashionable. It's fashion, right? It's fashion, right? You vlog? Yeah, I'm doing vlog. Okay. All right. Hello. I'm doing street photography. Yeah, street photography. Yeah. Okay. I have a channel on YouTube of 60. Yeah. Ah, okay. So we're asking people lik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y dress right it's now? really nice. Thank you. That's good. Okay. Thank you. 简单，他们说我潮流，潮就是一个字潮，他已经说了5遍 fashion。李思维怎么说 ？fashion。你怎么这里有汗？替你感到尴尬。你替我感到尴尬，我一点问题没有，我还和他介绍了我们的频道。我也交朋友。你站起来，我也交。你快去交朋友，我快去交。你干嘛？你要去和那位交朋友？你这样交朋友显得很怪的呀，李思维。你这和螃蟹一样爬到人家姐姐边上，真的好吗？李思维已经从我面前这里移到人家姐姐那里了，就差1步了。啊！你挪了这么久，我要走8步才能走到这里，人家就走了，你到最后也没抬起头和他鼓起勇气说上一句话。我向他已经走了99步了，他只要再向我走1步就可以了。结果他往别的地方走，很难过。有个人跟我说：“哦，好，哦，他们正在看你，你说冲马，我觉得这个很合适。你过去问问，你就慢慢走过去，和他嘿妹。好了，开始迂回了，李思维。现在他有战术了，他接近别人是绕过去的，从后面突袭。Hello. Hi. Do you like reading books? Yeah, sometimes. Okay. How do I look? You look perfect, mate. Fashion? Yeah, good. 搭上了，人家是友善的，友善派。
哇哦 ，great！ 你看，交友就是这么容易，有了这套装束以后，更加引得他人的信任。这个公园的凳子都被我擦干净了。在经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换装挑战之后，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旅途的目的，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意大利的风土人情。那这之前，肯定要先有一辆舒适的出行工具。你看，这里就是意大利人买车的地方，还是一个集合店。这是一个叫 Stellantis 的这么一个大的公司，然后就负责销售、售后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这边都是国外的品牌，然后到了这里，当当，突然这个领跑汽车就出来了。它也是由 Stellantis 这个集团来合作的，所以售后会有保障，然后整个的部署门店会非常的快。然后这里你看，李思维已经在设置了我们这辆等会要借走的车子，领跑 C10。这辆车子就是在国外确实会卖的要贵很多，国内15万，在国外的话差不多要卖到28万，因为有税啊各种原因。但是哪怕是这个价格，它仍然是爆杀的一个级别。你要知道，国外卖2万多欧元的车子还在用钥匙进入、钥匙启动，所以感觉就不在一个时代，还是挺离谱的。像李思维这边，你看屏幕也有，然后各种智能交互、手机充电，然后这个什么卡片解锁。还有什么东西？还有这种变道辅助，反正就是属于是那种基本上该有的配置都给你拉满了。我们就可以开着它在意大利到处蹦跶。走了。这车是提了，但在米兰开车真的不算一件容易的事。很多道路你看都是单车道，电车、私家车、摩托车、自行车全都挤在一条路上。即便是车技精湛的老司机李思维，面对这么复杂的路况，也是捏了一把汗。我们计划一路往城外开，去看看意大利别的风景。那离开米兰前的最后一站是一家特殊的餐厅。我现在要去的是我曾经高中同学在米兰这边开的一家餐厅，然后他这次给我们邀请，说可以去尝尝他们做的菜。他们是一个混合型的这么一个菜系，我们打算去试一下。好，搞点饭吃吃。搞点饭吃吃。什么高中同学？男的女的？女的。女同学。是普通的那种，还是有说法的那种？难道是那个进到食堂里大家为你高呼的那个同学？是10年没见了啊！那得好好见见。这是到了。哇，这店也太大了，怎么比 Stone Base 还大呀？对，怎么比我们公司还大呀？很明显，这家餐厅比我们想象的要豪华得多得多。在米兰，它居然占地能有2000多平米，而且装修得很细致，据说每天都是满座。而经营这家餐厅的老板就是我的老同学 Jill。我记得以前你高中的时候还在帮家里，现在你已经自己管所有店了。那也没有所有的店吧。就是这整一家店吗？对对，吃你们就自己点吧。好。然后随便吃。OK， 好。哇，这个系统好高端啊！为什么你们都是这个表情？太有节奏了。哇哦，突然好热啊，感觉有点坐不牢了。太香了。怎么回事？有点坐不牢了。那不知道为什么，根据我同事所说，我进去以后就显得非常的局促。他们很少看到我这副样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做的事都是内容，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看到同学的事业，我难免会有这么一点发怵。那为什么会叫做 Lu Club？ 因为我妈姓刘。哦 ，OK。所以呢，就是用英语读的话就是 Lu。OK。然后呢就是 Club， 欢迎加入。好。Nice， 我们可以加盟吗？我们可以在杭州开一家吗？真的吗？我发现，我以为我成长就是能够很轻松的应对各种场合，这种情况我还是不大擅长。好久没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你先要给他看你和库克聊天，还有这个人就是苹果手机的老板啊。我前几天跟他聊天来着，然后就是我们去年放了一个火箭到天上啊，把地球都拍下来了。为什么口音会变呢？其实我一直很回避见这些阔别已久的朋友，我是一个特别害怕物是人非的人。但是真的来了，我又挺拧巴的，觉得挺好的。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仍然在做高中就想做的事，有一家餐厅，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热爱他的工作。30多名员工，每道菜都如数家珍，后厨也非常的整洁。客观来说，这真的就是我们这次来意大利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欢迎去米兰边上这家叫做 Lu Club 的餐厅打一个卡。告别了 Jill， 我们的旅途还将继续。虽然米兰展现了典型欧洲大都市的繁华、现代还有历史，但我们也想用镜头去捕捉更多意大利本身的山川风貌。于是我们驾驶了领跑 C10， 一路向东出发，越过城市的天际线，这远方连绵的山脉就逐渐出现在我们眼前。而这
就是被称之为欧洲屋脊的阿尔卑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横亘欧洲8国之间，深刻影响着欧洲的山川脉络，还有万千气象。而它在意大利最美的风景，就是被称之为上帝后花园的多洛米蒂。这里灰白色的白云石岩造就了多洛米蒂独特的锯齿状山脉，秀丽的高山草甸上点缀着各式各样的木屋。你到了那里，就真的感觉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和我们一起长途跋涉的领跑 C10，有着舒适的驾乘体验，智能的车机交互，还有超大的后备箱空间，让我们怀揣着对远方的期待，遇见每一汪澄澈的湖水，邂逅每一座陡峭的山峰，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全都一一铭刻。同时，我必须要感谢一下影像2纪元频道的 Rain 和纪元2位摄影小伙伴，帮助我们记录下了这些曼妙的瞬间，也很大方的公开了许多免费的样片。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免费下载使用，也可以调一调色。这样的风景不调色，真的可惜。领跑比较好的是，它对于这边欧洲的适配其实已经做得挺完整的。当然，我们国内的功能会更多一点，但是你看它这边导航啊，各方面还有语音交互什么，也都做了这个英文版。反正整体来说，他们应该是很认真的想来推进国际市场，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现在我们正在前往这个加尔达湖，理论上是意大利最大的一个湖泊，那边风景应该还是挺不错的。只不过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这2天我们到这边以后，我们没有吃过任何一餐意大利菜。我让你再去点一次意大利菜，没问题。我对意大利菜实在是了如指掌。好，等会就全部交给你点，就你上什么我就吃什么，好不好？没问题。你，我是我最尊贵的朋友。这道菜很有意思，厨师的章鱼，这是他自己的章鱼。这个菜只能点一次，点了之后就从菜单上消失了。养了好多年，朋友，其实23块钱，真便宜啊！我们要不把他的章鱼给点了？这是你自己点的菜，没错，这不是和上次是一样的吗？品鉴一下。等会儿，水流鸡翅。哇，章鱼超难吃！这章鱼超难吃，真假的？苦的章鱼怎么可能难吃？主厨的朋友啊。难吃，苦的。我懂了，我懂了。你这是要主厨把自己朋友杀死之后才能获得的菜，它代表这种苦涩的情绪。What the fuck？ 怎么会是这个味道？我是真的佩服李思维的点菜能力。有了这几次惨痛的教训，我以后应该不会再让他来点菜了。不过虽然美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小镇的风光真的没有让我们失望。它毗邻一片由阿尔卑斯山脉冰雪融水汇成的湖泊，也是意大利最大的湖泊——加尔达湖。倚靠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还有地中海气候，这里也就成了欧洲人的度假胜地。这边这个小镇叫做柠檬小镇，它这个小镇就是特产柠檬类的这种制品，所以你看这边这种店就是全是柠檬，连衣服都是柠檬，就是把周边做到极限，就是这样。讲真的，就是基建方面，我真的觉得国内还是要好很多很多，尤其是这种基础的卫生间啊什么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比欧洲这边好不少。欧洲这边给我唯一感觉比较好一点的，就是相对来说，它对于风景原生的这个结合做的比较细。就比如说这边这些房子其实都很老，它不会因为比如说一次翻新或者科技进步就把这个房子给翻了，只翻里面，里面会和现代接轨，但是外面的话，就是始终是这种古古老老的这种小镇的感觉，因为它经历了一起的这个风霜岁月，它整个色调还有感觉就是一致的。这种时候，你这镜头一推，感觉就来了。We could write an endless story through the struggle and the glory. By your side, I will stay. We will never fade away.
我发现这里的人都特别的悠闲，不管什么时间都会有人坐在湖边静静地看着湖水。即便是像我这样闲不下来的人，在这种氛围之下，也会慢慢开始慢下来，去学着享受旅途。We could sail the skies together till our skin is old and weathered. By your side, I will stay. We will never fade. 我有时候真的就会想，如果我是这种景点里面的一只鸭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我会觉得快乐或者舒服吗？反正最近我个人感觉我的状态也不算特别好，就是因为工作强度上来以后，公司人有很多需求，当你同时面对130个人的时候，你难免就有时候会出现一个过载的情况。像我感觉很明显一点，就是我经常一天换一个城市，或者当天来回一个城市，然后2-3天跑一个国家，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会产生一个很恐怖的效应，就有时候我醒过来，我会发现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以前我起床，我会觉得哇，今天我要努力去把这个视频做出来，我之前都要忙这件事情。但是当你同时做30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今天是要为什么东西而努力来着？这个感觉特别糟糕。反正这次来意大利，我觉得挺好的一点就是老外他缺点有很多，这个我就不过多赘述。但是有一点我真的觉得挺值得学的，就是他们从来不为自己的休息而有愧疚感。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难一点，尤其是我们比较忙、特别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之下，经常会想，哎，我这样会不会被别人超过？我这样休息真的可以吗？我这样休息会不会让别的同事觉得我不可靠？但是我和这些老外聊天，他们就会说，Tim 你累吗？然后说确实有点累。他说，那你休息啊。反正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就这种松弛感，我知道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这个生活状态和收入什么各方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讲真的，我还是挺羡慕的。就是你看，他们在休息，这里的鸭子也在休息。反正我希望我们大家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如果身体觉得累了，那咱就歇上一歇，也不打紧。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在这边结束吧。这边是意大利的柠檬港，然后我很推荐，如果你有机会来意大利的话，能够一路开车开到多洛米蒂山，这样一路过去，你就会看到从一个米兰这种繁忙的大都市，再到越来越松弛的意大利人，就这种感觉还是挺特别的。然后同时也非常感谢领跑这次给了我们这次机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甲方，非常轻松，整个旅途就完全给了我这个自由度，也给了我一些喘息的时间。我们今天就在这边结束吧，希望你喜欢我们这些视频，那么我们下次再见。